大家好，今年年初的时候，也就是赵丽颖官宣离婚之前的2个月，曾经公开回应婆媳关系的问题。她表示说，她的婆婆希望自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，这样她自己就可以淡出娱乐圈了，回归家庭。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另外一边厢，冯绍峰的母亲也开诚布公地表示自己很喜欢赵丽颖，认为赵丽颖是个很单纯又爽快的女孩，没有一点心机。那么这种公开场合的互捧以及相当大气的尊重，为什么最终都无法阻止婚姻的破裂呢？众所周知，婆媳之间的关系处理，那个同一屋檐下的老公可谓一字千金，态度相当的关键。如果老公属于妈宝，而且还不想掺和婆媳之间的战争，是不是注定会导致围城的崩塌呢？答案是也会也不会。如果媳妇属于孤身奋战，那么对于从小好强不服输的赵丽颖而言，似乎攻防的选项并不多。然而这情况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同样是农村出身，同样也很好强的广西老乡，他的婚姻就走过了一条8年抗战的曲折之路。庆幸的是，他那一个人的抗战最终还是走向了胜利。当然不是他赢了，婆婆输了，而是婆媳双方共同进入了和平共处的无硝烟的阶段。虽然他在婚姻一开始的时候，同样出现了彼此拉锯、火烧火燎的情形，而且基本上都是2-1的悬殊攻防态势。他的名字叫阿玲，他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，但是追求平等的想法一点都不缺。作为农村妇女，她毫不意外地碰上了一对传统思想相当严重的母子。有意思的是，她在婆媳攻防相当关键的头3年里，通过反复的尝试和进退的摸索，总结出了3个消除矛盾、化解问题的小妙招，听起来相当的简单，也相当的实用。第一，就是生儿育女的同时，她没有完全丢下赚钱的本事，经常赚一些外快，帮补家用，这就大大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。这点很厉害，因为脑子是个好东西，不用就生锈了，靠它赚钱一举两得。毕竟一个家庭当中最终决定话语权的关键就在经济基础，因为婚姻永远没法饮水饱。第二，就是尽量打理好自己的小家，把大事小情、家头屋尾都和老公分工到位，各司其职，让自己的婆婆想插手也插不上，自然也就跟着少了婆媳矛盾的导火索。此招甚妙，确保了阿玲的生活没有出现情感的依赖和关系的复杂。第三，是一种时常以退为进的满满的情商。也就是说，在她很想拒绝婆婆的时候，她没有直接的表达出来。众所周知，任何的拒绝和批评都是具有杀伤力的，无论带着善意还是带着恶意。阿玲总是先兜着圈子说些欣赏、感激之类的漂亮话，然后再点明想要拒绝的事情。如此温柔的操作，让婆婆即便不痛快也扔了怨气，相当的厉害。婚姻关系中从来就没有大奸大恶谁对谁错，因为婚姻不是盲盒，不是闭着眼睛的选择。即便历史上叫得出名的不少大奸大恶的坏人，对待自己的父母和爱人也都是骨肉相称，温柔以待的。而婚姻关系中所出现的任何的问题，基本上都是思想的分叉和理念的相左造成的。因此无论夫妻之间还是婆媳之间，只要文化不耦合，思想不同调，都会成为制造矛盾、激化冲突的最终根源。然而婆婆改不了，媳妇可以改；劣势改不了，思想可以改。夫妻之间的任何一方，只要思想转变，就能掌控局面，就能在婆媳攻防战中顺利破防，守住婚姻。喜欢赵丽颖的您，会同样欣赏这个阿玲吗？欢迎您畅谈婚姻，吐槽婆媳，多谢您的支持和参与。